听陛下言下之意，三皇子身上既无妖邪，陛下想让他继承大统。正是。真没想到，原来体内没有封印的冲撞，竟是如此轻松。太好了，夷则终于不用再吃苦头了。阿软，要是那天我死在一谷之树中，你会怎么样？如果真的是那样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夷则。我是不希望你难过，也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与你道别。只要我看着你，我就说不出再见。我不舍得，更不忍心。夷则，你不相信我吗？阿软姑娘，何出此言？如果你相信我，就会告诉我一切。不管夷则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支持你的，因为那是你想做的事情。只是，你不该瞒着我。如果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分开，我日日牵挂夷则，却不知道你已不在人世，这是比伤我的心更残忍的事情。在下发誓，绝不会再让阿软伤心难受，否则，在下愿遭天谴。不要乱说，夷则好不容易闯过这一关，你一定会好好的，我们都要好好的。夷则，我好像又生病了。阿软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心跳得好快好快，好像要蹦出来了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你说你的心跳得很快？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最近，只要跟夷则离得近一点，心就会跳得很快很快。这种感觉怪怪的，好像以前从来没有过。我可能真的是生病了吧？可是，这是什么病啊？阿软姑娘很想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吗？黄昏之时，夕阳照拂太华山巅，也是极美的。上一次，在下没能陪阿软姑娘一起赏雪，不如今日我再陪你一览落日之景。到时候就告诉你得了什么病。真的吗？这回你可不许骗我了。我们拉钩。夷则，你太好了。弟子拜见师尊。阿软姑娘，哎，觉微长老，你走路真的没有声音啊，跟我在长安客栈看见的小花猫似的。阿软，不得无礼。阿软姑娘说的没错，我这老道不识趣，来的不是时候。啊，夷则，为师有事要和你商量。我去看看小叶子他们吃的做好没。夷则，跟我来。夷则，怎么样？这些天来，身子感觉可好？虽觉有一点点乏力，可是身体比之前有封印在身时，感觉轻盈多了，全身真气运转通畅，简直是有重生之感。此次一鼓，
意外得到温流相助，不仅化险为夷，更是获得妖兽城隍之内力，功力大增。确实因祸得福，否极泰来。弟子本以为自己不过是半气之身，可没想到一路至今，屡得前辈们相助，好友不离不弃。师尊，弟子往后再也不敢自怨自艾，妄自菲薄了。一则能有如此帆物，才不枉前日之苦啊！啊，对了，师尊，您说有要事与我相谈。一则，圣上此刻就在观中。哦。他来到底是为什么？圣上亲临，未带一兵一卒，自是要你回皇宫。一则，现在是立储的关键时刻，你若仍有继位之心，眼下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一则，你往后有何打算？仍是要同那3位小友寻找昭明剑，对抗刘月成吗？师尊认为，我该如何？你是我清河之徒，是以除魔扶正为己任的太华观弟子。刘月成一事，关乎天下安危，我该当劝你遵守约定，与3位小友共赴使命。可是，你又不仅仅是我太华弟子，更是一国之皇子，你的一举一动举足轻重，一人安危，关乎社稷之成绩。莫说圣上有此感慨，连我这避世之人都不得不承认，妖骨剔除，你是继承江山的不二人选。一则，无论怎样，路要自己走，主意要你自己拿。一则，你若不想见圣上，我便帮你回绝；你若为难与3位小友之约定，我会替你出面，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师尊，圣上如今人在何处？哎，文然，一会儿我们吃什么？阮妹妹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粥怎么也端回来了？这是怎么了？谁把我们仙女妹妹的魂儿给勾走了啊？之前不是好好的，跟一泽吵架了。
小叶子，文人姐姐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？一泽身子这2天刚恢复点儿，等他再休养几天，我们就出发。一泽跟我们不同路。蕊妹妹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到现在才想明白，一泽说的秘密任务是什么？什么？就是一蛊啊！在星罗岩的时候，一泽说过，只有留下性命，才能登上皇位，为娘亲报仇。这些，都是他的真心话。蕊妹妹，你别胡思乱想，等一泽回来，咱们问清楚便是。这些都只是猜测，不算数的。一泽的皇帝爹爹来了，要带他回宫。什么？燕儿，你瘦了。父皇倒是一点都没变，还是那般凛然盛气。朕老了，身体大不如前，许多事情已是力不从心了。燕儿，你只是清瘦了些许，脸色倒也还好。朕知道，你吃了不少苦头。朕在年轻时，也曾率领大军南征北战，东讨西杀，感受过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。熬过来了，就是否极泰来。父皇，儿臣本就不是锦衣玉食供养长大的，并不觉得辛苦。很好，朕的几个皇子之中，只有你最像朕，因此也最得朕器重。好了，燕儿，你去收拾一下，这就随朕回宫。朕向你保证，以后绝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敢问父皇，回宫之后，打算如何处置我？你二皇兄打着朕的旗号，屡次妄图对你不利，朕已经狠狠训诫过，也命他撤掉了暗卫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一切都有父皇为你做主。为我做主？父皇，你可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有多久吗？昭宁羁旅之事，以后绝不会再有人提及半字。燕儿，过往种种，就全当是一场噩梦。自今日起，我们一切重新开始吧。重新开始？父皇薄情寡义，狠心逼死母妃这一幕，如同梦魇，每日每夜，在我脑海之中盘桓。敢问父皇，我该如何忘记旧伤？该如何重新来过？此死淑妃，亦非朕所愿。然而众老臣以死相见，称妖女入宫，玷污皇家血脉，动摇国之根本。朕若不处置她，如何给文武百官一个交代？又如何堵住悠悠之口？但是朕从未想过伤害你。红珊甘愿牺牲自己，也是为了要保全你呀。
父皇，父皇啊，父皇，你当真一点都没有变，还是如此冠冕堂皇，矫饰违信。敢问父皇，你此行亲自上山的真正目的，到底是为何？你无非是想知道我身上是否还有一滴妖血、一丝妖气。若一股并不彻底的话，我敢说，我非但回不了皇宫，我下半生都将被你囚禁，或者直接处死，以绝后患。对，也不对。李艳，这好言相劝，你莫要得寸进尺。三皇子李艳背德叛逆，在公主机礼上已经被你处死了。往后，世上只有下一泽，而你再也不是我父皇。若再见面，我当尊称你一声圣上。李艳，你要与朕断绝父子关系吗？李氏皇家血脉，不是你抛下一句话说断就能断的。你若识时务，朕客客气气迎你回宫；你若固执再三，山下有禁军1000人，朕带走你，不费吹灰之力。陛下要带走我的徒儿，是否也该与山人商量一声？师尊。太华观亦非世外仙境，朕身处王土，教训自己的皇儿，与你何干？太华弟子将一生心血付与师门，师门无可回报，所能为者，便是尽力庇护门下弟子。此事力派垂金，太华上下皆躬行不怠。莫说是达官显贵、王侯将相，便是诸天神魔，若要动一下我门下弟子，也得问过众长老。哼，臭老道，你敢威胁朕？你就不怕朕举倾国之力荡平你太华观？陛下对我太华，想必也是了如指掌。自从先祖以自身魂魄为引，是以上古秘术冥蝶之印封印大妖黄羽，后人所以无数禁咒灵符，在符咒的基础上构建成太华秘境。圣上一定知道，这太华秘境中囚禁着无数穷凶极恶的妖物。倘若秘境有失，群妖脱逃，这天下恐将骤生动荡。自古以来，太华众弟子勤加修持，硬是以凡人血肉之躯镇住这山中无穷凶煞。你太华观道法精妙，朕岂会不知？道法精妙，何等道法能令众心归一，千载不易？归根结底，符咒剑法均不过雕虫之技，何况任凭符咒如何强横，也终将雕朽衰亡。真正能倚靠者，唯有这磐石般的人心。朕最后问你一次，是否跟朕回宫？在下夏一泽，心意已决。好。
当没有你这个不孝逆子。就算圣上想带他回宫，夷则也未必愿意。我知道，可他不愿意的唯一原因还是我们。小叶子，文人姐姐，你们还记得我们为什么来太华观吗？我们并不是来找夷则跟我们一同冒险的，我们只是想确认他平不平安。如今夷则已经顺利完成了一蛊，再也不用小心翼翼、担惊受怕的过日子了，我们也就安心了。任妹妹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现在走，不让夷则为难？连觉威长老都说，夷则是继承江山的最佳人选。而且我想，如果夷则当了皇帝，百姓也都会受益吧。仙女妹妹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且不说我们能不能回来，皇宫就是一座大牢房，经此一别，此生你可能再也见不到夷则了。我也很舍不得夷则，可是每个人都有他该去完成的事情。谢衣哥哥曾经说过，路长而齐，终究会有分别的一天。能同行一段路，已经是莫大的缘分了。圣上虽是我父皇，可19年来，没有一日我不是提心吊胆，伴君如伴虎，生怕说错一字，或做错一事惹怒了他，或与人把柄，连累母妃。我本以为我此生都不会有这般的勇气，在他面前袒露真心。夷则，你长大了，也真正的强大了。可能是如今我一无所有，反而再也不惧怕他了。想好了，从此之后不再回皇宫。是，那个地方我厌恶至极，整日都是尔虞我诈，朝臣、嫔妃，甚至兄弟，哪一个不是口蜜腹剑，居心叵测，日复一日，勾心斗角，犹如在刀尖上行走。我之前以为这都是命，不由得我选。师尊，可自从我认识了阿阮、月兄、文人姑娘他们，我发现命运明明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一切只取决于你敢不敢跟随自己的心意而活。夷则，以前是为师鲁莽了，不该试图左右你的决定。不，师尊，你说的都是对的，只是徒儿心里不愿，不想罢了。世上哪有绝对的对错？不过是一个人、一个立场、一张嘴罢了。当年我收你为徒，有人说我错了；我与温流签订血契，有人说我错了。就连我带你回太华观，也有人指摘我的对错。是与非的底线，在你心里，不在别人嘴上。夷则，跟随心意做出的决定，才能方得始终，无怨无悔。是，徒儿牢记师尊教诲。好，你和阿阮姑娘还有约定，去吧。啊，是，师尊。
阿软，岳兄，阿软。一泽，我们走了。勿念，今后要当个好皇帝。等我们大败刘月成归来，你给我们封田赏地，到时候再封我一个救世大将军当当。仙女妹妹，你真的想明白了吗？我只知道，我不想让一泽难做，不想逼他做出选择，那样一泽会很难过的。可是你现在这样，是让自己难过。虽然我们都很舍不得一泽，但是阮妹妹，我们都能看出来，你对一泽的感情和我们不一样。不一样？仙女妹妹，你喜欢一泽，对吧？喜欢？可是我明明喜欢的人是谢一哥哥呀，难道我移情别恋了？我们在一起相处了这么久，看得明明白白。其实你对谢前辈并非男女之情，是一种晚辈对长辈的敬爱，只是朋友之间的喜欢。朋友间的喜欢，这两种喜欢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怎么说呢？还得仙女妹妹你自己去感受了。不算晚吧？一泽，一泽，你不是跟圣上在一起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在下赶来，是有一个坏消息要告诉岳兄。这一路上知道多少坏消息了，胆儿练得比心还宽呢。说吧。岳兄，这救世大将军的封号，指望不上我了。封田封地，更是没戏了。一泽，你不当皇帝啦？再说了，岳兄，定国公富可敌国，良田封地，恐怕3辈子都享用不尽。你可是欲求不满？我只知道老爹在乡下有几间屋子，难道还不止这些呀？反正我现在真的一无所有，说不定将来还得求定国公收留呢。哼，好说好说啊！只是啊，你要认准我爹，千万别招惹我娘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泽，一边是九死一生的冒险，一边是皇位江山，你当真想清楚了？这20年来，没有一日比现在更清楚。我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义无反顾，无怨无悔。哎，文然，那边风景不错，我们去那边看看吧。走啊！还好，赶上了落日时分，总算没有辜负与你的约定。一泽，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是谁在说，这样不明不白的分开，是比伤人心更残忍的事？
我真的又开心又难过。怎么会难过呢？一泽好不容易易了蛊，好不容易被你的皇帝爹爹接受了，甚至还能当上皇帝。可是你却为了我们，放弃了那么多。那你就错了。没有你们，我才真的是失去了一切。当初亲眼目睹母妃被赐死时，我确实一心，只想夺走恨我之人最在意的东西。可是阿阮，一蛊九死一生时，我的魂魄来到生死之间，知道吗？只要跨过一座桥，我便会去到轮回之境。那时，我真正想要的，并不是报仇，也不是当皇帝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想见你一面。一泽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那阿阮以为呢？难道一泽，你阿阮，记得我先前答应过你，等夕阳西下时，便会告诉你究竟得了什么病。啊，想起来了，一泽，你快告诉我，我琢磨好一段时间了。在下的心，是不是也跳得很快很快？一泽的心怎么也快要蹦出来了？难道你也生病了？这是相思之症，只有面对喜欢的人时，才会显现。我好像突然明白两种喜欢之间的区别了。这种心快要蹦出来一样的喜欢，好像只有跟宜泽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。你怎么又不说话了？我又不是人，也没被人喜欢过。你们人在这种时候会说什么呢？阿阮，我喜欢你。
你笑什么？没想到文人姑娘啊，巾帼英雄，还有侠骨柔肠的一面啊。哎，在你眼里，我得是个多么铁石心肠的女魔头啊！那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喜欢吗？你笑什么？文人姑娘巾帼英雄，没想到还有侠骨柔肠的一面啊！哎，在你眼里，我得是个多么铁石心肠的女魔头啊！那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好疼啊！要不要打这么狠啊？谁让你出手？出口轻薄的。上回的账我还没给你算呢。我不理你了。文人姑娘，文人女侠，文人姐姐，要不这样好不好？你再补一拳，出出气。等到刘月成的事情结束了，我就陪你踏遍天涯，直到找出抑制灵力流失的方法。要是找不到怎么办啊？不会的，天下之大，一定有办法。就算找不到也没关系啊，这一路上我们会看到很多美丽的风景，尝到不一样的美味，还会认识许许多多有意思的人。只要每一日都过得很开心，这就够了。不够，我可比你贪心多了。我要阿软陪我，直到永远，执子之手，永不分离。此生走这一遭，悲欢离合，不妨我逍遥。历经长夜知今朝，世间情，方能知晓。不忘心存，只念一个，就算最终追求而不得，倾注众生再回首，叹命运无常，却已枯萎了。直达策骏马，扬剑行侠，不负输在林华。风吹枝头花，炎黄的晚霞，皆成为难忘的画。众人之初生来有几多偏差，为自己能运
他。忠言直出，生来无几多偏差，为此技能云飞，将这故事写下。千山万水，下一程出救过天涯，路在我脚下。知大人凭我四海为家，不负输在年华。我笑看烟花，良辰诉情话，皆因为心上的他。忠言直出，生来无几多偏差，为此只能云笔将这故事写下。千山万水下。